这是台湾，台北到台南徒步要330公里，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古人，我好奇他们如何进京赶考。那么假设台北人要到台南参加考试，会是什么样的体验呢？向各位介绍，这是我刚招募的侦察兵志豪。我觉得我整趟最难的就是会这个，真的是超级耻的，但是穿的容易衣衫不整一般人都从台北车站出发，我从北门站旁边的玉泉公园出发，我绝对不会说是因为台北车站人太多我才迟。好了 ，Let's go。今天天气也太好了吧！还有这个袖子，这袖子还蛮可爱的。出发的第一个大魔王楼梯，你要陪我吗？三重 ，OK， 总算下了重新桥，我已经满头大汗了。今天特别热，到目前为止已经走了48分钟，其实应该是50分钟啊，因为我上桥在一开始到忠孝桥上，我才开始想到计时。目前走了3.85公里，继续走吧。今天出发的比较晚，一大段路程刚好落在10点到2点最热的区间。不是啊，现在才3月底，还没4月啊，春天去哪了？怎么是夏天？到了桃园车站啦，今天就先到这边，算小试身手，加上了帽子这个防晒套装。不然今天真的太晒了，下午有最高32度今天从北门走到桃园车站，总共走了26公里，我花了5个小时不加休息。前一天还没有睡觉，这样直接走5个小时应该还可以啦。伟大力没有赞助播出。OK， 第二天从桃园车站出发 ，Let's go。刚刚走到一半发现我忘了开始计步了，现在应该没差，1.5公里小 pace， 距离车站已经大概有1.5公里。为什么来中原大学呢？现在这一桃园段有一个重要的任务，就是我要来吃羊肉面。可是我现在发现他周1、周2休业，这鱼怎么回事？也太密集了吧！穿越道也太矮了吧！这我站着升高，我头会敲到，所以我要小心的过去。我现在呈现半蹲状态，哇，这个有点酷。到平镇了，天气实在太好，好热。埔心车站，下一站杨梅，这一段应该是今天最舒服的一段，完整的行人道，还有树荫，不愧是学校旁边。杨梅车站到了，今天又是天气太好的一天，希望之后天气不要那么的好。其实没有走很多，大概走了4个小时半左右。中午实在太热了，只能休息。天气影响蛮大，太热真的是走不远。早安，第3天，第2天继续第1天的教训，这第3天要继续第2天的教训。今天要起更早，最近实在太热了，我要避免中午在路上走，所以我要趁早出发。但身后还没有太阳，天气好到还没有7点，其实就有点开始有点太阳了。拜拜，杨妹 ，Let's go。往新竹，早上就有的车祸。希望人没事。今天终于有实体行人道了，开心。走到第3天最长的行人道了，对面都会有很多车，还必须要走到马路上。这一侧至少还有一点行人道。杨梅台一线站站，我应该没有超速吧？杨梅段虽然还是很热，不过这一段是我整趟最不孤单的一段。你在护送我吗？帮我开路，因为有他就像地陪导游一样，陪着我走这段，时而在我前面探路，时而被路边的小路吸引驻足。当他发现我超过他的时候，他又会追了上来。你在帮我探路是不是？就是他真的陪我走好长一大段路。又来了，又来了。看他那么诚恳又勤奋的份上，我决定现在就任命他。向各位介绍，这是我刚招募的侦察兵赤猴。不愧是赤猴，脚步轻盈，非常快。他真的在护送我他时不时还回头看一下我。你累了吗？你的脚步变慢喽。他是觉得这个人怎么可以走那么远？第一次护送护那么久，他每到一个据点都要进去走一走，有做好他侦查的工作。你每户都进去侦查，是不是在想说我要什么时候才会到？大概至少有2到3公里吧。谢喽，我的赤猴。你是不是想诱死人养狗？正中午真的超热的。在药水店购买药水。新竹，不知道为什么新竹车站前面没有写新竹车站4个字。今天总共走了5小时半，27公里，平均12分钟1公里。接下来第4天见。早安，新竹。今天天气阴阴的，感觉还不错，太阳太大不好。今天的避暑时间应该可以少一点。这座桥好危险啊，离车超近的，看这护栏也超矮。开始下雨了，希望不要下太大，这雨滴有点大。香山车站，今天 pace 有比大太阳好一些，果然天气真的有差。我觉得最大的敌人
目前走下来不是脚是太阳。这个桥我是有办法走上去吗？我不知道下面有没有路找找看，走这边穿过去好了。好，这边也可以上桥，然后那我上这边好了。不小心走回台北了。哦，原来是新竹，我又要走到一个奇怪的通道了，这有一点点老街感呢。给你们看，现在下的雨，这种大小我觉得还可以接受，至少不会有积水。我错了，雨马上变大，要求雨停哦。再来一个生命之水，中午必备。虽然今天太阳不大，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。看天气超好，不在新竹的竹南车站，为了你我特地绕远路。这斑马线很有自己的想法，能在整个路口中间穿过去。那吉大利今晚吃鸡，咕咕咕咕咕，这算放山鸡吗？这应该算放路鸡。道桥车站这边看起来一个人都没有，我还以为我来到日本乡下的车站。好，翻过这座山，哦，这趟终于走进山里了。这个艺文桥只能告诉我们。满满的落叶就是艺文，突然开始有徒步的感觉。前面都在走市区，就觉得啊，市区的行人道好烦啊，今天脚走得有点痛，可能有水泡了。苗栗的路就是大条又没什么车，而且我觉得整洁度比新竹好很多。远处这是高铁吗？不愧是苗栗，来这边马上要听到客家话。丰富山的内容非常丰富，看东西有这么多。那早上的丰富站，我严格来说已经中午了，12点半。今天要走最热的一段，Google 说走到3义大概要5小时半。苗栗市区的人行道是新的，比我想象中的是好很多。苗栗车站，这应该是我第一次绕脚苗栗市区，之前是去山区，刚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，苗栗中正路上竟然没有药水店，这件事情很重要，攸关今天的性命能否延续。取得生命之水，又可以安心上路了。安心上路，这就是徒步的风景啊！不枉我徒步走啊！继续往这边前进。3义我来了，2025 1月的徒步环岛，看起来是4月12吗？我只是在看一下铜锣车站而已。新的生命之水，下一站3义。苗栗这段有不少山路，不过我喜欢山路，因为人少车少，路又宽又可以遮阳。苗栗国的这段路徒步走起来蛮舒服，对徒步者而言，苗栗这段比新竹桃园还好走很多。今天走了24.67公里，4小时56分钟。因为我有绕一点路，我绕去苗栗跟铜锣车站。今天出发前从丰富到3义 ，Google 说23公里要5小时27分钟。果然我比 Google 预计的快一些，而且这还不算我可能有边走边拍一些东西之类的，应该实际上速度可能可以再更快吧。第6天没下雨，但又有云，没有太阳直射。今天后面也蛮多登山客。今天是到目前为止单日路程最长。我要一次冲到台中 ，Let's go。这家我很久以前应该有来过，因为它有存在我的 Google Maps。我可以去吃一下吗？我会存的话应该是不错吃。在台北看不到的桥，让我变魔术。刚一个阿伯骑车过去，他一定觉得这个人笑。这是什么走一走会消失的行人道？它断掉了，就到那边就没了，我只能跨过去了。终于下坡了哈，一只仙人掌插在中间。我在后里发现一个很棒的东西，你以为是生命之水吗？不是，是这个 U Bike 啊！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骑什么 U Bike？ 要骑这台。拜拜。这是往潭子车站的方向，这一整段真的很舒服哎！大家如果要徒步或是骑脚踏车的，非常推荐走这一段，这里感觉很 chill， 脚真的不太舒服。用小跑步来休息听起来有点可笑，但是我真的在休息。我现在觉得小跑步比走路还舒服。金武车站到了，啊，继续走。台中车站我来了，我看 Google 写还有1.7公里，大概要24分钟。那我猜我可能是要走个20分钟出头吧，走到现在已经有一种里程通膨的感觉，就什么才2公里，太近了吧？我现在耐走程度应该有台湾人的 PR99吧。前方300公尺即将抵达台中火车站。台中车站总结一下，今天35公里7小时整，加一些休息时间，总共大概是8小时半。我8小时半可以走到35公里，平均1个小时可以走5公里。台中算是走了一半了吧，快一半或一半。那像以前没有这些交通工具，新兴学子们真的是很辛苦啊。因为我每周几乎都有比赛的关系，我是抓比赛跟比赛中间的空档走。从台中开始，我要不间断的直接走到台南。早安，台中，我有3周时间没有比赛，所以这次可以好好的一次把它走完。今天应该是阴天吧，刚下完，不过我前一天没睡，不知道走到中午过后精神会怎样。离开台中市区，有遇到很有性格的消防栓，还有镇守岗位的沙包。
我说失恋之路。还有这个猫咪出水孔也太可爱了吧！这边的路非常宽敞，狗狗甚至可以直接在车道上休息，也有非常足够的空间来放置东西，还教会我人生的大道理。这就告诉我们做人要谦卑，谦卑，谦卑，再谦卑。哇！并且考验智力，要有足够的智力才能判断这个行人红绿灯是否为真。判断错误的话也没关系，可以转身到异世界。很可惜，台中过后就很难看到最美丽的风景。大家都知道，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人，台中过后就只剩下这些绿色的东西，还有抢走人类地盘的牛啊！原来这边已经到彰化了。当然，路要走，生命之水要有。靠着这罐生命之水，我翻过了一座山，真的走到一个超偏僻的地方。现在到了山上一个小村，这是凤梨吗？我终于看到今天第一个下坡了。哦，下山，完完全全就是在爬山。看到山下的城市了，真不敢相信我快到了。铁路，话说这种高架铁路其实长得蛮像日本的。我翻过一座山到园林了。好，就在这边快速总结一下吧。今天走了29.68公里，总共6小时52分钟。再一次翻过一座山了。今天 pace 真的有慢一点，1公里将近要14分钟。OK， 那就明年再继续了。早安啊！今天早点出发，我要直接杀到斗南。Google 说要走8小时37分钟。这一路上收集越来越多台湾的动物，我相信这个路口绝对都不会有人需要过马路。殊不知云林才是这一趟最大的挑战。天气太好，云林又几乎没有什么遮蔽物。现在才10点，太阳大成这样，以及要面对这条超长的红色巨兽西罗大桥。这桥看起来永无止境。我看一下我这个桥要走多久？我觉得光这个桥可能就要走半小时。浊水溪真是溪如其名啊，都是灰的。看到出口喽，走了大约25分钟，真的是有够长。放眼望去，皆是绿油油的稻田，随处可见各种古厝。到斗南车站的路上，整路都有太阳护送着我，真是谢喽太阳。早安园林。昨天总共走了38公里，加上断掉，可能总共走了39或40公里吧。现在还没7点，太阳已经好大。我今天起来脚底已经开始有一点点不太舒服，但目前感觉还行。好啦，那就 Let's go， 拜拜云林。云林车站前面弄得还蛮漂亮。我刚刚应该有跑赢火车吧？有吧？这步道就是铁轨。南车站真的远比我想象的好很多。入手早餐。南部除了太阳热情，南部人也非常热情。这一路上我遇到好几次。要载你吗？又一个说要载我的，南部人真的很热情，看要开回来，实在太可爱了吧？他刚刚回转回来，跑过来问我说要不要，我只能跟他说不用，谢谢。主要是南部的路比较宽，比较荒芜，还是说南部人比较热情，或者说两者都有。刚刚又一台车停下来问我说，要不要载？我就说不用，谢谢。嘉义到了，说到嘉义，那一定是要。身后应该是嘉义大学，现在时间是凌晨3点，我决定要晚上走了。白天实在太热，大概过8点之后，那个太阳就已经晒得不得了，那更别说11点、12点。但某种程度上，我觉得反正11点、12点还好一点，直晒期反而比较好挡阳光。那种斜晒的哦，真的是太热，所以我决定最后这2天嘉义到台南段，我要晚上走。好安静的街道啊，走起来好舒服。天气超赞，我决定要再延长晚上走的时间，减少白天走的时间。白天走起来真的太痛苦了，去南部中午都可以33度，然后早上8点就像中午一样。今晚月色真美，月亮陪我走，不知道那个鸡叫声音录不录得进去。现在4周全部都是鸡在叫，1、2、3，大概有3牧羊鸡。然后看到黑色鸡了。天亮了，我的好日子要没了。晚上走真的好舒服哦。不过现在5月，就算晚上走还是会流汗，真的是应该要2、3月就来走，但那时候又一直在下雨，真是两难呢。加油干！清晨的台南非常舒服。台南来了，名义上是到台南了，但实际上还是离嘉义比较近。嘉义扁扁的，台南很长很大一块，也有机会看到人生第一次的南部日出。中午之前收工，晚上再战。晚上还有站长出来送我。现在是晚上11点，林凤营站的站长正在准备送我离开。凤营站的站长吗？你要跟我一起出发吗？我要去台南喽。站长依依不舍地送我。连续走的第5天，身体开始明显感到疲惫。今天才刚开始走，膝盖窝就开始痛。其实昨天就已经蛮不舒服了。空荡荡的台一线，一路上不管是住宅还是公园，都有满满的
麻豆段非常漫长，一路上什么都没有。进入台南市区，有许多热情的机车骑士用照后镜跟我击掌，拖着沉重的步伐，伸不直的膝盖，没有知觉的脚底板。我终于真的走到台南了。你们看，前方很明显是观光客，我不是观光客，我是进京赶考的考生。花湖假装，我可以来考试了吗？不要跟我说为什么我不去其他省，为什么不去台北，为什么不去义载金城，我不管，我就当赤坎楼是可以考试的地方。这是我的考试圈，连过原始的进京赶考啊。那接下来我要升级我的科技树了。2个小时抵我11天的努力，文明真棒！用这支影片致敬所有古代要进京赶考的学生，教育永远是最重要的，下一代永远是我们的未来。那现在可能还有很多在偏乡的学生，他们为了学习要付出比都市人更多的努力。也致敬所有愿意在偏乡教学的教师，不管是正职的还是代课的，他们都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。也许我们都还能再为偏远地区的老师和学生们做点什么。汐止还比基隆更容易下雨。一查才发现，原来汐止下240几天，基隆只下200天。